哎，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谢谢各位，感谢地球友好单位优酷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地球当红炸子鸡、火星特工都爱吃的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华莱士，谢谢 ，Thank you。本节目由妈妈特工、特安心、守护宝贝、超能力的999小儿感冒药联合赞助播出。今天我们有新的飞行特工来到一起开会了，欢迎火星上的宝石，地球人的老舅。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不管你什么厂牌，都在我面前少来，我一个人就够了对付你们这帮小孩。我像高年级的学长，带着学弟走上讲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给我站成一排。和东北吉祥，干什么？朋友们，我这里是有设计的，不要影响我的设计。rapper 出场都得搞几句3句半，所以请允许我把这几句搞完，好吧？想听。宝石老舅非常开心，第一次来火星开会，都听说咱们这个节目录起来特别爽。不好笑的故事在这里可不许讲。哇，卡壳了！今天来到这儿不是为了当王牌特工，为什么？我是为了当颜值观众。哎呦，好棒哦！很难得看到老舅的 freestyle 卡壳，本来设计的贼好，被他们给我又没了，又。说到说唱，我跟说唱圈还是有些渊源的，因为很多人说我摘了眼镜跟马思唯长得一模一样。哎呦，戴上眼镜跟盖长得一模一样。我是整场唯一一个脸上长了2个 rapper 的人。那去年就是你淘汰了我和老派。没错。本人早在30年前曾当过10年的中国广播说唱团的团长。哇！问一下老舅 ，JK 哥有没有说唱的天赋 ？JK 哥不能说是有说唱的天赋，这是说唱的鼻祖嘛。啊，那对呗。传统，我这传统啊，咱不是现在，对吧？有没有可能今天融合一下？有可能，我觉得延琪吧，我跟延琪一起给 JK 哥上课，给 JK 哥上课，你胆儿可真大呀！来。那需要 JK 哥怎么配合 ？JK 哥，不是，我们有道具。哎呀，我天，这是要带的吗？带着。然后我要对了，得反着带。哇！然后这个还是可以，不可以，假的 JK 哥别怕，假的。我还是戴薛之谦的眼镜吧。JK 哥，这个墨镜比那个链子贵多了。25一条 ，JK 哥。JK 老师也是怕受贿的哈，开玩笑。好，那我们带着 JK 哥进入这个音乐的节奏里。Yeah， yeah。来到这里，说唱就是我的专场，不光说唱，搞笑也是我的专长。所有人竖起耳朵，给我好好听，让我们燃起气氛，炸掉整个火星。他们喜欢叫我妖娆，我的思维从来不会小点飘摇，我的每个节奏非常稳定，不会抛锚，他们都让我把故事推向高潮。我作为前浪是看着你们后浪，你们的这些斗唱也很棒。那我手拿着麦克风得有准儿，不然他们会打滚儿。春季里开花，1456，6月6我6月6我春打69头。这个56，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难受。最后一关 ending， 难受，对吧？是不是？哇，太对了，太酷了。自成一派 ，JK 哥，我这个不是说唱，我这是快板儿。棒！我这么说吧，我们现在融入年轻人的世界，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炸裂，这让我不会胆怯。这句话就在我昨天给你们书上的第4页。
看书了没有？自我调侃的第4页，我第1页都还没看，还怎么？好了，要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王牌特工的评选标准和晋升高级特工的标准是谁最好笑。那么我们的笑点记录员会全程记录每位特工的表现，根据笑点数量评选出每期的王牌特工以及哪位终极特工可以入座到前排的位置。因为我太理解你了，我老婆怀孕不是这个点。没有哪个节目植入的这么早的。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我有某一个就是故事后面，文哥会跟一个这样的广告权益，但是真的不是现在，我还没有开始讲故事，文哥啊。接下来掌声欢迎我们最好笑的笑点记录员周星驰先生御用女演员美娥姐和彩香姐，欢迎2位。谢谢美娥和彩香姐。来，我宣布今天会议正式开始。好了，既然今天呢老舅来了哈，那么首先第一个提案，我肯定要交给跟说唱很有关系的人。Which one？ 那么就是我们的刘伟。老舅今天第一次看我们提案，我跟你说，其余的朋友提案提的稀烂，今天让你看看我的表现，看看谁是火星的 No.1。所以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发现，这是地球吗？在这地球上，每一个人都会莫名其妙心虚，那一定是做了亏心事。但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奇怪，明明什么都没做，也会感到心虚。如果我说你高，你会心虚吗？如果我说你帅，你会心虚吗？会心虚，我们每个人都会心虚，地球人总会莫名其妙心虚。唉，地球人真奇怪。漂亮漂亮漂亮！把刚才那个再念一遍，我们啥也没听清。所以提案是什么？所以我发现一个没卡上。地球人，地球人总会莫名其妙的心虚。刚才大家心虚吗？不心虚。你心虚吧？我心虚。我告诉你们，什么时候最心虚？人撒了谎会心虚。我撒了一个大谎啊！我这个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心虚。因为我以前呢是参加比赛出身嘛，然后我跟老薛是一个比赛，是的，我一直都走唱跳路线，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拿捏得很准，然后直到有一天好死不死，突然有一个选手他也要唱跳，那一刻我觉得 Oh my God， 遇到对手了，我必须要独一无二。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又没办法换歌了，因为我是一个唱跳。我当时唱的是我在捷运线的车子里向低空飞行。哦，我知道，我知道，对，你记得吗？想起来了。然后当时头上场了之后，我想说不行，我要 international， 我怎么办？怎么办？我就决定我要唱假韩语啊。然后我就在那个歌的前面还是唱那个中文，突然到副歌，然后大家都出其不意的时候，我突然내가 그대 없어 나가 못나겠어 난 바친 내가，然后假的都是假的，很像哎。就讲完之后누가겠어 안녕하세요 한국도 만나셨습니다。我还会这样跟大家说话，很真。我说我都听懂了，你还是假的，真厉害。后来有一些学了，但是那个时候完全不会。然后我就唱完了之后，我心很虚，我觉得我唱完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跳出来说，老师，我唱的韩语是假的。然后等我要开始说话的时候，那一场的那个评委是徐怀钰，然后等要开始说话的时候，就听到导师们的掌声，听懂掌声，然后我就没有机会说话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先听老师说话吧。然后这个时候，徐怀钰老师说：“刘维，你的韩文唱的真的很标准啊！”他会不会听出你唱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我唱的韩文很标准。然后那一刻我，现在你把，那你没法承认了呀！你这样子，你这样把徐怀钰也卖掉了。我承认的话，就等于徐怀钰根本听不懂，在撒谎。但是我不承认的话，
就是我在撒谎。会不会听成了中文？比如说我的盆骨微缩还裂开了这么多，没有，我的盆骨裂缩还会开那么多，对不对？什么东西啊？然后我想说。突出重围，我那一刻我觉得确实突出重围了，但是我该怎么办？然后我想说，我到底是保我还是保徐怀钰？你保不住了。我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我要保我的徐怀钰。然后我就静静拿起麦克风说，对。然后从那以后开始，我的百度百科就是刘维朝鲜族。哦，原来是这样来的。他有一阵子很多人都觉得他是朝鲜族，其实你根本不是。现在他已经把族真的改成朝鲜族了。没有啦，我当时那一刻确实是没有去反驳，但是后来我就在那个备采里边我就说，其实大家一直误会了，我不是朝鲜族，其实我是汉族，但是只是我很喜欢我们中国朝鲜族的民乐。啊，就这样的解释。但是呢，今天我想在舞台上感谢一下徐怀钰，虽然说他说我是假韩文，但是毕竟那个时候他保了我。你这个故事应该保不住他了。你这个故事讲出来，他更尴尬。但是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感谢徐怀钰老师，所以我今天想用徐怀钰老师的《我是女生》唱一首假韩文的歌。哦 ，Come on，It's your show time。这会不会更保不住了？我感觉你俩都够呛。那我还唱吗？期待。唱。这是什么？这是徐怀钰当年唱《我是女生》的头饰。这个不像朝鲜族，像傣族，这个像傣族，傣族这样的。姜昆哥说的是歹徒，歹徒。音乐声大一点好吗？내게는말내가몰랐어하지만내가오직만났어这是真的还假的？干嘛？我觉得很像哦。 나의 여자 너무 예뻐 여자 난 여자 아니야 너는 귀여워 여자 나는 여자 너무 괜찮았어 나는 여자 올레올레요 난 여자 아니야 帅！徐怀钰，对不起，我现在韩文 OK 了，你现在说是对的。刘伟，你刚刚说的是真的还是真的吗？是正假的，刚才是假的，也是瞎编的。只是副歌是那个真的，但是其余都是假的。哎，我跟你说，有办法圆了，就是不怪徐怀钰，我们所有人都去觉得是这个是真的哦，所以肯定不是他的问题。好标准啊，是你厉害，好厉害。反正那个确实很心虚。那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文哥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上公开课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上没上过公开课大课。很多人领导看这个老师厉不厉害？对，领导来听课嘛，然后老师在前面上大课，然后上大课的时候，老师会这个紧着好学生去提问、去叫、去让他们回答，然后呢也会鼓励全场所有的学生都举手踊跃发言嘛。我最开始这就心比较虚嘛，因为我怕他记错了，我要是举手举得太踊跃，我怕他叫我就不会回答不上来嘛。但是全班都举了，如果我不举的话，我那就出个坑。你不举也是个坑，不举也是个坑。行，你接，反正我然后过了几次公开课以后，我发现老师其实叫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我心里太懂了，有那么几个天天在一起跟我玩，他根本也不会。那举手举那个踊跃，真的都演的非常好，旁边的同学演太好了。我一看你们都这么踊跃，我说反正老师也能叫准确。然后有一次公开课，我的举手举的就可能演的有点过了，太逼真了。对，除了没有冲到老师跟前，就简直就是我会，那全场就是我会，全班就我会。老师说这个问题谁会回答？请踊跃举手。我说老师，老师说那就金志文回答。叫完我就懵了。我说老师我不会，老师说哦那你坐下吧。那时候能感觉老师特别心虚，上大课呀，领导都在听。后来老师也没办法，下课的时候就跟领导去解释，我就很远的看老师说那个孩子可能。老师应该这么表。
不仅心虚，脑袋有点虚。JK 哥呢？ JK 哥会心虚吗？我觉得心虚跟面子很有关系。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借人家钱，跟人家要去讨债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心虚？反而会心虚，比借钱还心虚。我自己有一个很心虚的故事。86年的春节晚会，你们不知道看过没看过？看过。86年的时候，有一个新的主持人到了我们的春节晚会上，叫王刚。啊，王刚老师。王刚从沈阳到我们这儿演出了以后，结果他带的一条裤子很短，没有盖住脚面。中央电视台说不可以，服装不合规矩。我一看我们俩个头不错，我就借了他一条裤子。借了他一条裤子，他演完了以后，我以为他能还给我，结果他回家了。他也不能脱了还给你吧，JK老师？可是86年的时候，你知道吗？能够上台演出的裤子，我只有2条。哦，怎么办？怎么办？我想跟要吧，我不好意思要。哎呀，不能自己要，开不了个怎么办呢？找一个老同志，我就找我的搭档唐杰忠。我说唐杰忠老师，你给我要。但是没想到，这个老演员也很心虚。1个多月以后，他都没有开口。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要啊？要吧，我要。结果他说是这么着吧，我给他写封信吧。这么暗示？这封信写得很长很长。就是最后一句话有一个裤子的事儿，前面都是在问候他，你妈怎么样，你爸爸怎么样。最后一句他说：“哎，有一条裤子是不是在你那儿呢？那个裤子好像是姜昆的，他这个人挺小气，你要是在你那儿呢，你就把他给还回来。”他写信都还出卖你。现在王刚四处讲，姜昆当初我穿的那条裤他要，你说他多小气啊！我穿过的裤子。你还能穿吗？已经给你撑大了是吗？所以我说心虚是各方面的原因，每个人有心虚的时候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是的。鸡哥有吗？心虚的时候？我原来上学的时候喜欢去图书馆，然后呢，后来我发现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一个男生喜欢你，又有人喜欢你，全世界男生都喜欢 TY。哎，你会不会有点自恋症啊，同学？你会不会只要别人看你点我啊？我点你怎么了？还不能点啊？点我会觉得我喜欢你。天哪！兄弟，你要看医生啊！被爱妄想症，他是。大家冷静冷静，我发现他有一个问题，他每次我不管坐在就是图书馆的任何一个角落好了，就比如我坐在这儿，他就会坐在我的斜后方。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可疑？可疑了。他是不是就是喜欢我？他可能有点斜视，眼神不太好。你以为我在看你呀？然后突然有一天，这个情况变化了。怎么了？我那天刚好穿了个短裙然后呢，在夏天的时候，你坐久了穿短裙，你的肉和你的凳子摩擦的时候，有些时候一个不小心就会出现一个气体的声音。哇，要命了，天哪！然后我就卡住了。因为所有人都看向我了呀，那为了证明不是我，是因为移动才有这个声音的，所以我就开始疯狂移动，我就开始就左蹭右蹭，左蹭右蹭。然后图书馆管理员来了，说不许在这里 B-box。DJ 抓热屁。我操！我这个时候我正在我心虚，然后心里面憋得难受的时候，我突然闻到了一股味道。居然真的有一个人真的来了个蔫儿的啊！然后你知道最让我崩塌的是，这男生他把所有的那个书全部收进包包，非常快速的，他要准备离开，熏到他了。哎呀，落跑！结果他一站起来，刚才的那个浓厚变得更浓厚了，扩散了。突然看不清楚书了，是吧？我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那个蔫儿的是他。哇！不是，他一直坐你斜后方是选择陷害的对象，就是那几天在选人。网上不是有个方法吗？就是如果你不小心放了一些气体，很怕大家闻到，你就马上说，哎，
你们闻一下是不是煤气漏了？所有人都会帮你闻，马上就吸完了。好了好了，聊一点干净的东西啊。我这是一个工作中的故事。哦，那干净也不一定哦。因为我经常有时候会被那个剧组邀请去客串一些会计大姐、房东大娘、管事嬷嬷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得到一个比较年轻的角色然后我打开那个人物简介，那个角色是一个胖胖的花痴。那个戏的男一呢，谁？是毕雯珺毕雯珺然后有一段戏呢，是我要走出来诱惑他。什么他？冒昧的问一句，喜剧片哈，是很难的，而且你还要把门堵上，你要把门堵上说，嘿嘿嘿，就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诱惑？等一下，我有片段，我一会儿放。你要把头转过来说，嘿嘿嘿嘿。这是什么？我等了10几年的采花贼就是你呀！我的天哪！就是你奸笑就好了，但是当一个高高大大的帅哥站在你对面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快，高高大大帅哥，快上！你知道一个高高大大的帅哥，当他站在我对面的时候，你竟然有了羞耻心，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说不出那句话了。然后我就变成了，怎么了？那个，哎呀，没想到等了10几年的采花贼是你啊！你不要过来啊！他刚才。然后就不好意思嘛，真的演不出来。今天还有那一段那个视频看一下，要看。阿花，不是阿花，好可爱啊！我天哪！没想到我盼了10几年的采花贼，居然是殿下你呀！可非常好，很可爱，很棒，很可爱。那个是怎么演出来的呢？然后最后我实在不行，现场导演说我来上。那个现场导演啊，长得非常像杨迪。杨迪除了艺人什么都像。他是满脸的络腮胡的那个杨迪。然后他说我来，他把那个头套一扮上，然后也不化妆嘛，头套一扮，然后古代衣服一穿，往我面前一站，那一刻，我整个人轻松了。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做到，所以我就嘿嘿嘿嘿一条过。小二姐是帅哥检测机，所以我理解了，小二姐就是如果你真的对谁那个容貌有点抗拒不了，你就会比较害羞哈。怪不得，他看我经常害羞。老薛怎么样？你们俩尝试一下，他看一下，如果他遇到你能一条过，证明你不是帅哥。好，懂了。哎，我也想挑战，我也想挑战看看。这样，我们排队，排队，快来排队，快来排队。欢迎来体验我们游乐园最火的项目——颜值检测器。来，3、2、1，开始。阿花，你想干嘛？阿花，对不起，压力好大。上，我来上。你还要再排一次啊？不能玩啊！一个项目只能玩1次了啦。你把小二姐当什么？来，让我试试。3、2、1。阿花，你想干嘛？好看，这么狠！来，下一位。压力好大，我一定要得到这个认可。哎，准备好了，来，3、2、1。阿花。哎呀，成功了！成功了！哎呀，还可以，很准，非常准。下一位没有试的必要，试一下嘛。没有试的必要，真的没有必要。没事，我们一起。1、2、3。直接放弃啊！
神经病，确实没必要。到我了，好，预备起，3、2、1，阿花，阿花，你在干嘛？录不了了，录不了了，回到你的位置上。下一个，没有，我是觉得接在薛老师后面太紧张了，我先转走。什么玩意儿？神经有毛病啊！准备好了，来，准备好了，来，3、2、1。阿花，阿花，不行，你准备。我也可以，我竟然可以，我竟然打败了敖犬，老舅脸都笑烂了。这什么审美啊？谁？这话说的没有，审得好。小二姐，你看到老舅也有点害羞哈。什么？我们两个有渊源的。你们两个曾经有一段故事啊，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他参加过快乐女生的海选，我参加过快乐男生的海选。副手参加过快乐女生，你唱的什么？唱的那个 Hey Jude。哦，那个不唱歌哎。没想到越挖越宝藏了，首尔姐。我们下一次入选要让他唱歌哦，好不好？定了哈，我们想听哎。好，好，谢谢。好了。不是，但是还没有解释为什么你会跳过？为什么？好，一对耳朵就能毁了整张脸，不至于吧？你坐下吧，小矮人。你背你的广告。老舅有没有什么故事？老舅有心虚过吗？我自己之前也是一直做别的工作嘛，上班嘛。然后在成都的时候当司机，给老板开车。就那段时间是我最心虚的时候，因为我又没做过司机这个工作，就一直在试图去学习。没做过，驾照有吗？从来没开过车，无来上啊！这个太狠了。但我试图用尽这个毕生所学来服务我的老板。那老板上车之前，成都夏天也蛮热的，我就想我要自己要周到一点，首先就把这个所有的空调都打到合适的温度，把窗子关上。他坐上来车了之后呢，他就很奇怪的看我，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我就开始心虚。啊，他喜欢你，你跟他是一个路子的。对，他也在斜后方看我。对，然后他就要把窗子给摁开，我就觉得这个我已经把空调打开了，这里面温度很凉快，我又把窗子拉起来，就我这个老板跟我 battle 了几次。我摁下去，他摁上来，摁下去，摁上来。你真不太适合干这行，我觉得。然后我说：“大哥，这个温度很合适，那么热，多舒服啊！把窗子关起来，费油。”他说：“我就想吹点自然风，再一起吹空调，不行吗？”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有点虚了，这太不好服务了，对吧？然后这个到了地方。下车就说：“赶快把后备箱那个烟和酒拿出来。”我真的没有开过那么好的车，我就找不到那个开后备箱的那个键，我一直手忙脚乱的在倒腾，他又很焦躁的就把我给弄下来说：“什么好车都没见过，下来。”我来，他也找不到，因为那个车是他管朋友借的。什么老板？这是老板也挺惨的，是冒牌老板吧？老板比你虚多了，他才心虚。就这个挨骂，就导致我越来越虚嘛。我就赶快要抱着这些所有的东西，赶快到酒店进去点菜，去招呼别人。我想我一定要表现好一点。然后呢，拿出红酒给客人倒酒了。然后我也以前没怎么喝过红酒，尤其我东北来的，我们就那儿就习惯就是喝酒就给人倒满。哦，那么高2个红酒杯，红酒倒满。我上去，我想着我们迟到了，给人热情一点。咚咚咚咚，2个大红酒杯全部倒满，1瓶红酒已经倒完了，倒一圈下来开了6瓶才倒完。那场就是生意谈判的开始是2个大哥这样子，就是那种杯子一定要拿起来，一定要缩掉一点才能拿。对，老板喊一声干杯，每个人还先要。干了多久这个工作？就大概1年吧。哇，1年！1年是你换工作，还是老板找人写了封信给你，让你？1年最后其实是因为那个说唱的节目播了嘛。走你，我走了。对，火了，就直接我要走起来了，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了。对。我有一个比较心虚的点，我不知道就各位女孩子有没有这种共鸣啊？
我就每一次跟我的闺蜜的男朋友单独相处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跟你的闺蜜男朋友单独相处啊？你心虚的点是怕被你闺蜜发现哈。你是该心虚，那你就是传说中的嫡蜜。是这样的，你难免就是平时你跟这个闺蜜和她的男朋友出去的时候啊，你们3个人一起出去玩，对，然后难免就会有一些时候，比如说闺蜜去上厕所，然后我不需要去的时候，懂了。两个人单独相处有点过于愉快的话，你脑子里会脑补出那种狗血的剧情，对吧？啊，我就很害怕，就是这种就是你们两个人相处很愉快，谈笑风生这种场景，然后突然你的闺蜜从洗手间回来了，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一看到你们谈笑风生，然后手里的东西落地然后觉得自己的友情、爱情都丢失了，你就很害怕这种抓马的剧情，所以我就每一次都会提高警惕，就是当我跟闺蜜的男朋友需要单独待一会儿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地收敛自己所有的这种女性魅力。你很怕你闺蜜男朋友就爱上你哈，喜欢你。你跟戚薇是一样，你们那么有魅力的，聊2句话就爱上你了，既是莫名的心虚，也是莫名的自恋然后我就会想，真的不行，我一定要切断所有的可能性，然后我就会对这个闺蜜的男朋友就进行一些这种语言上的霸凌啊。他一走，你莫名其妙，别爱上我，别碰我，别跟我说话，别看我，没碰他，别碰我，救命！是不是有毛病啊？神经病啊！人家根本没怎样。比如说，正常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说一个什么东西，尽管不好笑啊什么的，我也会正常敷衍一下，也会跟着笑一下。但是只要我闺蜜一离开，我俩单独相处的时候，她要是跟我企图说什么好笑的东西，我就会很冷漠。企图？这不好笑呀！你就这么突然间变个人，就让这个场面能有多尬就有多尬。但通常这种情况，我自己理解就是，我是真的对这个人有一点感觉，我才会尴尬。小鹿就是真的有啊，小鹿是对谁都有。然后就经常这样切换之后，后来有一次我闺蜜就跟我说，她男朋友回去之后问她为什么要跟我当朋友，说哇这个人好奇怪啊，说小一点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说难听一点可能就是人格分裂。那还是前面那更难听一些。小丫头还2副面孔呢。对，这个心虚啊，基本上就是对面这个男朋友越帅我越心虚，越优秀我越心虚，其实就是这样的。确实会有这种情况，怕闺蜜误会嘛，对吧？对。但是今天有一个非常临时发生的一个心虚，在 JK 哥这儿。我昨天晚上我要感谢戚薇啊！哎呦，JK哥，戚薇，你给我们送了礼物的时候，哎呦，我们一看了你这个礼物啊，真是大家都很需要。因为这个东西很大盒子，我搁在这个边上了啊。下来以后，我赶紧去换装什么弄。哎，我忘了，我就回来了。我回来再找呢，我一看他在这儿，我特别高兴，我拿起来了。我一般在想，我说你看看人家送的这东西这么值钱，我送了一本书，被薛之谦说成，哎，是不是卖不出去？那时候都送到我们这儿来了。你这么说，我真死定了。你说了5遍啊，我开个玩笑而已。当时这里边已经没有人了，我就往这走，我就随便看了看，哎，我就发现。我这书在那儿扔着呢，谁呀？这么没礼貌！我是给大家送书，我送书的，我想了，大家肯定呢也挺喜欢的吧，对吧？但是他走了，把书给我扔在这块儿，我就站出来是谁？是谁？告诉我们是谁，当场让他看完。给你一个机会，你先站起来。小鹿，真的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啊！哎呀！说为什么要扔在这儿？我都扔在别的地方，不是，开玩笑。你为什么不拿？昨天是坐着的，但是我昨天因为我下场的时候忙着去上厕所，所以我手机还有我的台本，还有我的那个一并落这儿，什么都没拿，真的很不好意思。后来工作人员赶紧跟我说，就把拿回来了。而且姜昆老师，我买过您的书的，我自己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我就买过您的那个《虎口遐想》看过的。哎呦，谢谢。我当时只是反省我自己，我就看了一眼，我说，哎呀，这可能人家不大愿意，我就走了。不是思想有问题，是膀胱有问题，对不起。
他老是丢三落四的，他手机什么全都忘在这儿了。讲个小笑话了，讲个小笑话，这是啊。讲个笑话而已，这么认真，吓死我们了。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心虚的一个小时候我的故事。我小时候嘛，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我跟我爸爸一起摆过一个书报亭。哦。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书报亭里面就是他可以买，比如说报纸啊、杂志啊，还会买那些漫画。其实一个书报亭在那时候比较难养活一个家。对，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我跟爸爸就开拓了一个，就开始要叠。什么呀？你怎么知道啊？不，没有那么过分，没有那么过分。吓死我了！所以是铺在地上那种给别人租录像带哦，一盘2块，出租1天2块，然后但是你要付押金10块。对，然后呢，就到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街边旁边就摆一圈这样子的，然后录像带租赁。然后我负责什么呢？我爸爸就会给我打电话，喂，那个儿子，你帮我在家里面多翻录几盘那个挑战者，刘德华演的，当时关之琳很红。因为我们的摊子很小，不像那种大型的租赁店，它什么片子都有，所以我们只能计时的，就红什么我们就租什么，大概几款这样子，你知道吗？但是那个时候的翻录啊，这不能快进哦，所以人一定要在旁边。所以他牺牲了我每个周末，我不能下去跟同学们一起出去踢球干嘛，我都不行，我必须在家里等那个录像带。挑战者看了600多遍，我真的是，我都背得出来那个剧情，就很痛苦嘛，对吧？就你很不想干什么，但是那时候真的给我家每天大概能多带10块钱到大概20块钱的收入，那不少了。什么年代呀？10块20块还是挺贵的，还是很有用的，你知道吗？对。然后就录了很多的这种挑战者这部帖子，然后结果好笑了。过一阵子这个片子就不红了，就要录别的了。比如说什么什么堕落天使啊，还有那个什么山村老师什么就出来以后，哇，爸爸说山村老师很红啊，然后我自己还一个人在家看这么恐怖片子，看了600多遍，哇！后来都认识他了 ，Hello， 楚人美。后来我就开始偷懒了，我爸爸叫我录这个，我就不录了，因为还是要拿那部叫什么挑战者的片子拿回来，再去录成别的，然后上面写别的字，你知道吧？盒子上写别的字，覆盖。对，然后我就没兴趣了，我就开始不录了，里面还是挑战者，里面还是挑战者，任何片子里面还是挑战，还挑战者，然后我就在那边租赁，这种压力多心虚，你知道吗？双重压力。第一，别人过来租的时候，你根本知道这盘就不是。比如说小朋友我想租这盘电视上，我说堕落天使不好看的，它太堕落了，不适合你。你看挑战者。对，然后别人说我要看那个山村老师2块钱，知不知道？我说山村老师不好，这个老师不行的，这个老师一点都不老，山村老师。你看挑战者。然后有的时候呢，别人就挑战者还有吗？我说有的，我们从山村老师面拿出来以后再放回挑战者。挑战者，你相信我，这肯定是挑战者，我懂的。其实心里面很虚嘛，你不光这么心虚啊，而且你当时还要想，有警察和城管哦。我爸爸有一天正好去上厕所，有一个警察过来，哇，一个4年级的小朋友，你知道心里面有多虚吗？我就看到一个警察过来，敌手向我，当时就已经不行了，我快疯了。他慢慢一步步走过来，我的摊子要被收掉了啊！亚瑟好，就叔叔好，亚瑟好，害怕已经不行，全是流泪。小朋友，那不要哭，小朋友你别哭啊！我要份报纸，报纸不要钱，就给他。你吓成这个样子，你爸爸呢？我说爸爸他死了，去小便了。我爸爸就是多亏有我这样的儿子，他干什么都能黄，因为后来这个摊子就是被我这样子搞的，你这是什么片子啊，根本道不对吧？然后这个生意又黄掉了。他们整个区都看过挑战者，就那一区全这种挑战者。我小时候最心虚的就是这件事情，好恐怖，我觉得。有时候你的心虚是源自于你经常去光顾的有一家店，你有一次没有去光顾它，而去光顾了旁边的一家店。被看大家哪有那么夸张？大家这种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心虚的感觉？就像我以前经常在楼下的一家姐妹理发店剪头发我可能从4、5岁的时候，奶奶就会带我到楼下去剪头。她跟我奶奶的关系很好，就给你剪那种小圆头、小平头，小朋友的发型，所以她就习惯了。就我已经到初中，已经到10几岁的时候，楼下那家姐妹理发店每次都给我剪平头，她只会剪平头，就给我推完了。然后其实有一天我就觉得有一点自卑，就觉得班上的男同学都开始留各种这种左边斜、右边斜、中间斜的，然后我就说那我也去试下别的店。没有想到剪完之后我就开始心虚了因为你每次顶的不是一个平头。路过他们家店的时候，她们2姐妹就在店里面，两姐妹
只有你一个生意，你不去他就没有生意做，就在门口等你来。因为他在我上楼的唯一的地方，就我每次过去都会。张艳倩，谁给剪的头？就是这种，我就会被他抓到。有时候我都是要用各种方式挪过去，就是我会等有汽车经过的时候，我跟汽车一起跑过去。比如 JK 哥是那家店，然后有个汽车过来，我就会扒着侧门，我就会跟着一起跑过去。我真的就是不能从他们店门口经过。你可以这样直着跑，感觉你坐在副驾。真的这样，他也追不上你，神经病。发型还是被看到了。对，就是有一天就是这样，我的发型就被他们看到了，完了，然后他们就把我拉住聊天，但是他们就是句句都聊头，但是没有一句在说头，就是他就哎呦，最近精神面貌特别不错呀，哎，这孩子好像最近特时尚，就不提你头发的事情。我给你点的6个点去哪里了？和尚啊，少林寺啊，对，姐妹理发店，呲啊呲啊，好痛啊！莫名其妙。I'm sorry。然后就是他们就聊我的头嘛，然后其实当时就特别心虚，就感觉我从来都在他们店里面剪头发，好像就是背叛他们两个。明白。然后我当时就真的就是也实在下不来台了，我就说对我去。就开始诋毁别人家了，我也是有病。我说我去有一个理发店，他非要给我剪这个头发，我觉得好难受不舒服。他说正好，又给我推了，又推成平头了。然后我直到高中2年级，我都是留的平头，没有逃过他们的魔掌。对，因为我真的不好意思，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辜负了他对你的喜欢，辜负了你们平时的这种交易。这个倒真的大家都有共鸣。现在这2姐妹是她的化妆团队。卓璇呢？我是不敢加比我红的人的微信。那所有有他微信的人。都比他不是，就是最后可能会加上，但是加的那个过程我都很心虚。就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录火星的时候嘛，当时我们第一天录完，然后大家一起吃了个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当天是戚薇姐在，然后露丝也在，就是因为我就很喜欢漂亮姐姐，然后就很想加他们微信，但是我又不可能开这个口，我就一直没有办法主动，我就是完全等到有人提出加个微信吧，加个微信吧，我说那我也一起加一个吧，我是顺势加的那种。所以说，就是如果你非常轻易的加谁的微信，一点没有心理建设，这个人在你眼中没有不红的人我不加微信，不是。那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谁没有加上你的微信啊？不可能，没有啊！来，没有陈卓璇微信的举手。啊？不是，不，老舅，没事，我俩也没有。老舅不能算，老舅我忍了。先问一下敖犬，敖犬为什么不加？为什么你不加我？你看不起我？不是啊，你那天在吗？我在啊，在，全在。啊，你死定了。林超泽的也没加，我当然没加，因为那天我不配。但是那天你也在哦。今天你没加吗？我今天配了，但是陈姐还没加啊。好像刘维啊，好。我也这么多动作吗？控制住他好吗？我今天还没加。对，加一样，超像的。好嘛，那一会儿把超泽的加上。谢谢陈姐，谢谢。犬哥的呢？犬哥的不用。为什么？犬哥也有一点心虚，是因为他女朋友每次都在啊，有女朋友也不加。我们交朋友嘛，正常的。微信的部分，我倒是没有说在这方面会有心虚，但是我有一个会心虚的一个点。什么事儿？比如说像就微博刚刚红起来那个时候，大家都相互要互关嘛，这种。就比如说我关注人家其他艺人，但是别人没有回关我，我会稍微心虚一下，我会觉得说，为什么呢？等一下，那戚薇姐姐。我关注了你的微博，为什么你迟迟没有回关我？为什么？现在检查一下有哪些人没有回关，比如说我。哎呦，没关啊？没事儿呀，没关也没关系。
他没有关注你，我没关注你吗？等一下，迪哥我很早就认识，我们俩好早就认识了哈。等一下，我看一下。没关吗？我看一下，我单方面关注了戚薇，拍特写。哇，还在黑名单里。关了。哎呀，整的好像是逼迫的一样。确实是逼迫的，迪哥。我害怕我们互动太多，我怕你就是配上你，神经病啊！你天天。但是我对微博这个关注这件事情回不回关我没关系，而且有的时候你早关注别人，在某一天他突然发现你很早就关注他的时候，他会突然回关你。比如说林俊杰，哇，真的，我必须要说一下，杰哥人特别好，因为那天我们录完节目之后，他专门到了那个化妆间来给我们送他的新专辑，送完专辑以后，他们自己提说，可能你们想合影，但是你们不好意思说，他一说，所有人合了他半个多小时才走，就疯狂合完之后，他是通过微博的私信把照片一个个发到我们这儿的，人巨好无比。要发完以后，他发现我大概在16年就关注他，因为我很早就听他的专辑嘛，所以他也回关我。那时候也挺激动的，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表达自己的喜好，如果正好还得到回馈的话，心里面会更高兴。不用心虚，大胆的关注。好，好。我分享一个不太好笑，可能会有用的故事啊。所以我小时候呢，我性格比较孤僻，就是不合群。然后那时候呢，我最怕的也最期待的就是每年春游和秋游的时候，因为每当这个时候啊，老师就会让同学们自由组队。但是我呢，就是经常被剩下。然后呢，到最后呢，老师就会说，比如说敖犬、费首尔、薛之谦、刘伟，你们4个不招人待见，你们就那个。老师这么说。就你们4个呢，就是现在没有被选择，你们就随便。你会不会读了太多老师的潜台词？读了很多老师的心声，对，他就会说你们4个既然没人选，你们就随便找一组加入。但是呢，你随便找一组加入，大家知道那个感受是不好的。然后我就非常难过，然后有一天回家，我就跟我外婆就大哭一场。外婆说：“你发现没有，每年剩下都是你们几个人，说明什么问题？”我说：“说明我们讨厌呀。”我外婆说：“不对，说明你们有缘。你们为什么不组一队呢？”哇！当时我听到我外婆这种话，我恍然大悟。然后，所以3年级以后，我再也没有被剩下过。因为只要老师说大家开始自由组队吧，我会立刻站起来，走向那些没有人选的人，然后我们成为一组。我外婆的这个事情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大家就是不同道的人走在一起就是同道人，不合群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群人。当我们都没有朋友，我们走向彼此，我们就都有了朋友。所以呢，就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好啊，希望大家在不被选择的困境中，学会主动去选择别人，相信主动的力量。只要你敢站起来，就有人看到你，你闪闪发光。好嘞。而且我个人觉得，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这种莫名其妙心虚的人，他其实内心是很敏感的。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善良，他可能怕给别人有一些困扰啊，或者让别人的情绪受到影响，所以反倒给自己的压力。就比如像我们很熟悉的朋友薇薇，他其实很敏感，你会发现他很容易心虚。所以其实我往往在想说，这些善良的人能不能给自己多一些照顾，更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在照顾别人的同时，也能守护好自己的快乐还有幸福。哎呀，其实心虚这个事情对一个人来说，他保留一些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我在一个高铁上上厕所的话，我会强迫自己10分钟之内一定要出来。我最多10分钟，我会拉得很快。立即计时开始。是真的。我上次有一次就是在去南京的那个，大家都知道我在高铁上嘛，我想上厕所，可是有一个人在里面真的待了40分钟。哎呦！可是所有人都在上厕所，但也没有人敲他们。可是他一出来的时候，大家的眼光是这样看着，觉得哎，你这个人真的没素质。所以我觉得还是人类要保留一点善良和心虚，对你自己是有好处的。好的。那么我们第一个提案已经结束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提案有共鸣的话，就拍桌支持。3、2、1，请表决。我宣布本提案通过。
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下一个提案。戚副局长，你觉得谁来提这个提案比较合适呢？我想想啊，谁呢？谁？我想听一下敖犬提案，因为我没听过他提案，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是因为他讲故事是好笑的，中间有很多笑点，但是我回过头想，我永远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看看他提案是什么样，好不好？敖犬，来，哇，你好久没提案了。我发现，社交中的艺人们急需要一些关爱。没错。其实这个提案之前一定要给 JK 哥讲一下，因为现在非常流行测各自的 MBTI 是什么。JK 哥知道 MBTI 吗？我为了这个节目，我真是查了一下，它是一个叫做性格的这个种类，全是找一找自己属于是 E 人还是 I 人，E 人和 I 人啊。我再补充一下，这个 E 人们呢，就是社牛，就是比较偏外向，偏外向的。I 人们就是比较社恐，偏内向。但是呢，所有人都因为 I 人这个内向的特质，都在关心 I 人的情绪，而忽视了 E 人的内心感受。真的，E 人也是人，所以 E 人特别需要大家的关爱，好不好？那我们稍微问一下，全场测过这个测试的，请举手。这么多，因为现在这个比星座还流行了，已经不问你是什么星座，就问你是什么人。我是艺人。那我们所有的艺人先举个手，我们看一下艺人有谁。这些都是艺人啊。等一下，对面。你是 I 人，我真的不能接受。为什么？你是什么 I 人啊？我是 I 人我是第一次就 I 人，然后觉得不像啊，再测一次真的是 I 人所以我们要好好关心一下艺人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家都觉得艺人好像特别活泼，都对，无所谓，所有的场子都是靠他们来热，对吧？因为我就是典型的艺人，但是我有个朋友比我还一，而且他的名字里面也有一，他叫吉克隽一。人家吉克隽逸，对，吉克隽逸，他是一个比我还想炒热气氛，而且还会回家做检讨的人。比如说有一次吉克想找我去他一个 party， 我就去找吉克隽逸，我想跟他一起去赴约，因为那个派对上我都不熟，其实我内心也会社恐。然后吉克一进去就是那种典型的艺人，一进去说：“哥哥们，我来晚了，酒满杯，情满怀，不喝这杯没未来。”哎呀！然后我虽然很一，但我那一刻我一点也不一，因为我私底下其实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吉克就说：“乖乖，去厕所。”去厕所。走，去厕所。吉克就看着我眼睛，握着我的双手就说：“乖乖，我的哥哥就是你的哥哥，就是我们的哥哥。加油！我罩着你。好嘞。然后我那一刻我就觉得 OK， 我就豁出去了。然后我当时推开门，我就说：“王哥、李哥，北京不大，风景如画，朋友不多，都在这桌，这杯弟弟先干了。”然后那一天呢，我们两个就很快速的喝多了。第二天我就看到了我的手机打开了之后，就是吉克隽逸给我连环4条的微信，而且都是60秒的语音视频。哎呀，第一条语音视频大概的内容就是：我们表现的怎么样？还要复盘？我怎么样？你怎么样？然后第2条语音就是说谁表现的不好，下次我们不叫了。然后第3条语音就是哪个环节特别棒，我们要保留。他就是那种会复盘的艺人，他真的除了唱歌，他也非常会讲故事，然后也非常会主持。所以说呢，真的希望吉克隽逸早日能来火星情报局，让大家感受一下艺人的魅力。哇！所以说刘维，我特别理解你们。我老婆怀孕的时候什么了？这个样。玩哥没到，你是接在戚薇后面的。我心里 Q 我呢。文哥，你别紧张。我觉得艺人和爱人有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艺人特别喜欢分享，有很强烈的分享欲。是的，我有一个 backup， 老就知道吧，就是你唱说唱的时候，后面帮你垫2个字的那个，就今天天气真好，真好。捧哏嘛。我的 backup 叫小熊猫，这个人也是一个奇葩。他分享欲强烈到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突然给我打视频，我就接了，他就说：“哥们儿，我最近特别喜欢摩托车。”我觉得赛摩太帅了，我高低整一辆。然后我就说摩托车非常危险，不建议啊。你又没怎么学过，你一整就整个赛摩很困难。他兄弟绝对没问题。然后过2天就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围着他的车拍。
我有个哥们儿送了一辆摩托车给我，特别帅，特别帅。我说行吧。然后没过1个星期，又给我发了条视频，他躺在地上，他的摩托车在很远的地方。兄弟，我出车祸了，腿都快断了，帅不帅？他问我帅不帅，我说你打电话了吗？打120了吗？他说等一下，我把视频发完再打120。哇，他都躺在地上，摩托车都在那边在冒烟，他在这里给我拍视频。兄弟，这是我的腿啊，这是我的腿，神经病啊，还在身上了。刚才还痛，现在不痛了。哎，这个袜子我还要的，还要把袜子拿回家。他过几天又给我发了一段视频，是他从一个不知道谁的路人在他后面骑车，那个人有车载记录仪，他去要人家记录仪的监控视频啊，给我看他摔车的样子。这个艺人还在吗？这个艺人还在，他还在。这是黑无常，这是白无常，这是牛头，这是马面。我喝下这碗孟婆汤，我就不记得你了，兄弟再见。还在分享，神经病啊！太一了，太一了。干了，我就先不过去了。戴河桥最后10米了，最后10米了，走完了。什么呀？哎呀！把我跟你那个朋友拉个群，短视频已经无法满足我了。我要看他的内容。有时候爱人还真的很需要艺人的这种分享，而且对于他来说，他分享给我们，他自己也能得到满足感和快乐。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艺人和爱人其实就像月亮的阴晴圆缺的2面，我们互相去填满彼此，我们互相去补充彼此。好。哎，我发现啊，现在虽然这个艺人和I人好像很典型的是内向和外向已经分开了，但其实艺人里面也细分嘛，对吧？有一些艺人他其实就是那种大猛艺人，大猛艺人，他们就是就是这样。It's me 啊，不，你来。有一些，对，就是他既外向，他又社牛；有一些就是那种小鸟艺人。小鸟艺人，对，就艺份很艺和没那么艺的那种。就是我见过最极致的艺人。是我奶奶啊，对我奶奶呢是一个云南的农村里生活了这种70多年的一个老太太，她是只会说云南方言，电视都看不懂，她都听不懂普通话的一个人。她很喜欢旅游。记得有一次啊，我跟我奶奶在张家界旅游的时候，我就说我去买个水，然后我奶奶在那休息，我就看到我奶奶跟另外一个老太太2个人坐在一个石头上，然后他俩就聊天了。那个老太太呢，我一听哦，她说的湖南这个方言，我是一句都没有听懂。但我奶奶在那跟她聊天，哇，奶奶语言能力好强，不会用的是英文吧？伦敦 Bridge 跨下来，跨下来，跨不跨？你先跨。I'm a single lady 是吧？他们2个人在那聊了半个多小时，就是那种很热血澎湃。我奶奶有时候还指着我，然后跟那个人说一下。指着你，对，聊得你身败名裂，对吧？对，就是那种表情，就是跟村头老太太那种。2个人聊得好开心，然后后来时间也差不多了嘛，后来我就带我奶奶走了，我觉得好感动，我就问我奶奶，我说哇，你们聊得好开心，你们聊的什么呀？我奶奶说我不知道。我哪听得懂啊？我说哇，那一瞬间我真的震撼了，就真正的艺人他只需要交谈，不需要交流。就是也不管你说什么，反正你说完了，你嘴巴不停了就该我了。对，他俩有的时候是2个人同时说，反正也无所谓。我当时真的突然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感觉很多人都不是会讲到我们要关爱自己的这个长辈啊、老人什么的，但我感觉如果你的这种长辈他是一个I人的话，你就让他在家好好的种花、养草，他自己不要逼着他去跟人交流。但如果是个I人的话，我觉得关爱老人最好的方式是带他去跟人疯狂的社交。哇，疯狂社交。我发现呢，就是跟艺人聊天跟I人聊天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我跟我的I人朋友最夸张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我大概就是给他发了一个信息，我说要不要一起去环球影城玩，然后4天后他回复我说去吗？我说昨天去过了。但是呢，如果我今天要给刘维发一段信息，你一旦跟他说1句话，他会给你回10句话。
前几天就是我来长沙头一天晚上呢，就是我有早醒症，就是我真的很多醒得特别早，真的多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6点挣扎到现在，试图睡一个懒觉，但失败了。然后刘维看到了这条朋友圈，他觉得他应该关心我，他一般不主动发信息，但是他那天发了，他说你咋醒那么早？我说现在睡不长，他说几点睡的？我说11点，到这里是正常的，我觉得是 I 人跟 I 人之间的聊天。好，开始了。下面一条他说我也是11点睡的，8点醒的。我前一天没睡好觉，因为我去了哪里，我干了什么。再前一天呢，我朋友生日，你知道吧？生日是一定要去的，巴拉巴拉。再前一天，你看，就你什么都不用问，你能知道他这几天的一切事情。因为我感觉你想问我，你看他念成这样子，他想知道吗？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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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把首尔姐当日记本在用啊？备忘录啊！啊，对，这是他的第一个聊天特点，就是你发一句他回10句。然后他第二个聊天特点是特别喜欢面对面聊，我特别恐惧视频聊天。然后呢，有一天我说维维你在干嘛？立刻对方发起了视频邀请，吓死人！哇，这个好可怕，这个好可怕。然后他接起来，他说嗨。傅首尔，等你很久了，等了你太久，来带你参观一下我的家。你看，这是我新买的娃娃，你看，这里是我的娃娃，这里是我的娃娃，这里是我的娃娃。我想到每天有这么多人陪伴我，我好开心。你呢？然后我说，哇，你家好多小人啊。我跟你讲，我都不能跟刘维聊天或者视频聊不完，那一天都没了1万，我到哪儿？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个毛病？就是比如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不想让别人当最后一句。对，是不是啊？对，我也有这个毛病。我想说你别回我了，别回我了，结果他还回。睡吧睡吧睡吧，晚安晚安安安安。没有那么夸张，我是会打扰大家，但是我也希望大家是爱我的。没有打扰，没有，我们爱你，超爱你。打扰。然后大家其实都觉得像我这种人肯定朋友很多，但事实上其实我朋友很少。对，跟他接触久以后，渐渐就不做朋友了。乱讲乱讲，杨迪太坏了，怎么可能？是的。所以说呢，我经常会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我就会打开直播跟陌生人聊天啊。但是呢，我还不愿意用我的大号，因为大号吧人太多了，老会有熟人进来。然后有小号直播，最开始直播的时候可能就有2个人进来看，然后我会通过我自己的才艺，就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对，我莫名就刷到你小号直播，我还进来过。是的，然后呢，我有的时候周一呢，可能就给大家做那种午夜 DJ， 然后比如说周二呢，我就会给大家做一些唱跳，然后每到周五呢，我就会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呢？火星解说专场，而且呢，周五呢，我不单单陪大家看火星，我还会点上华莱士陪大家一起看，因为全鸡配汉堡，感受双倍的快乐。哦，比如杨迪说话的时候，我就会吃汉堡，因为他讲的故事真的很好笑，不需要打断。如果他垮了，我就吃个鸡翅。这样我还能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啊！咱们一边吃一边吐槽，让所有人进入我直播间的人都能期待快乐星期五。哇哦！好的，我要分享的是，我觉得有一种艺人，就是他们会是某种特定的场景或者职业身份，被迫的那个压抑自己的天性，然后明明是E人，要装成I人这种状态啊。因为我家的那个保洁阿姨，就是我跟她关系特别好，在我心里呢，这个阿姨呢是个I人，因为她话巨少。比如说她在我家打扫卫生的时候，陈姐你演一下我啊，你在沙发上你就坐着，然后我在拖地嘛，就是拖，然后转头。走，不好意思靠近。然后或者换垃圾袋的时候，他就是不敢跟我对视，看到我在看他了，然后他就躲避我眼神，然后这样做的。这是爱情吗？会不会眼神对上以后就是你喜欢我？然后有一次我给那个阿姨发微信哦，就约她那个保洁时间，就而且我还很轻的跟她讲话，因为我就怕吓着她。我说阿姨啊，那个明天能不能来我家打扫一下卫生啊？按他的性格来讲，他会秒回，他很有礼貌的啊。他说超泽怎么样，然后那天他消失了，他没有回我微信啊，然后发了个视频。喝完犊子了，今天是受不了了，喝的啥我都不知道了。这是I人。咱再去啊！我的妈呀！明天再说啊。好酷的阿姨哦！他发完这个视频之后说，明天去不了了，谁爱去谁去。喝多了，你家那破地儿臭死了。
我是觉得阿姨其实在我家是装哀啦，她其实真正是个 E 人，嗨得很。所以你不在家的时候，很有可能你家就是一个他的 club， 就是全是他朋友，说不定阿姨很想跟你共舞，对吧？老舅呢，作为一个东北的 I 人哈，对，我以为东北人应该就是注定是 E 人，但没想到其实就是做了这个测试，发现好多朋友其实也都是 I 人。但我们那边就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一到逢年过节、过年家族聚会，你一定会被迫变异，成为东北一家人。真的，就一定得异，不异不行。一到过年的时候，从下午开始，这顿饭一直要吃到晚上，长达10个小时的饭局。是的，坐到饭桌上开始，你的这个一天的综艺旅程就开始了。对于幼小的你，那是一种折磨，你知道吗？小朋友们虽然喝的是饮料，但必须先提杯。对，因为你最小，年纪最小，让你们先说说，是吧？然后站起来背一套吉祥话。对。先是祝姥姥姥爷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大舅二舅都这个4季发财，祝我哥哥姐姐就学业有成。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大哥他就会先发言嘛，年纪辈分比较小的，像我们这种弟弟就特别紧张，因为一共就那几个祝福的词儿，对，都给你说完了。他在发言的时候，我们就在盘算下一句是什么。如果他把我的那个韵给用了，比如说4季发财，他用过了，哦，咋办？我好害怕。不能说重复的，不能说唱技巧就是这么练就的。对，然后呢，祝福完了一套之后呢，这些叔叔阿姨啊、大爷啊，他们就忽然集体就变异，非常开心，就变异了。什么鬼？所有的这个老爷们儿衣服全部脱掉啊，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开始唱歌了。尤其是我二舅，他特别喜欢唱那个刀郎的《情人》，你是我的情人。最逗的是，他每次就要把那句“用你那火火的红红的嘴唇”，对他要唱着“用你那红红的大嘴唇子，大嘴唇子”，就必须得把这句唱起来，然后大家气氛起来嘛。所有的男女老少都来表演节目啊，小朋友也要表演，这就变成另一个综艺了。出彩中国人，出彩东北人。然后是各种各样的歌都放一遍，什么邓丽君呢，一直放到这个迪士高。迪士高好老，反正连唱带蹦。接下来的环节才惨，因为你感觉都吃差不多了，情感大戏上来了。哎呦，就把这一年我对不起你，你对不起我的这些事情拿出来复盘。对，对，真的。刚才还在一起唱《情人》，很开心，这个时候就开始哭了，就某一个人就开始莫名的流泪。就数落你这一年对不起我家族的事情，很东北，太东北了。对对对，然后这个气氛就逐渐尴尬，小朋友们逐渐往后退，躲到角落里边，然后某一个人会忽然摔杯为号，这桌子哐就中了。哎呀，结束吧，毁灭吧，过什么年？然后各回各家了，每年都要等到掀桌子是吗？对，保留项目，保留项目。不对呀，老舅，你说的好像是我爸，我感觉你是不是咱俩是不是以前一起那啥过？要咋说是东北一家人，一起过过年呢，我去，真的特别像。我们在这个东北生活了8年，你说的是典型的东北一家人，是吧？是吧？全是脾气啊！对对对对。其实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艺人炒热气氛的故事，但事实上艺人并不是一个热场工具，艺人也是人，也是需要关爱的。我之前身边有一个朋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就是锤锤啊，锤娜丽莎，她是非常典型的艺人。但是他每次只要一上台，前一秒还说：“哎，我觉得我今天可能有点紧张。”然后一上台了之后，大家好，我是锤娜丽莎。转换很快，对，转换很快。但是有一次我们一起录《百变大咖秀》，然后锤锤当时模仿的是腾格尔。呀呀呀呀呀呀！然后模仿完了之后下来了之后，我们掌声雷动，对，掌声雷动。然后锤娜丽莎那一刻突然之间那一下哭了啊，哭了。
然后哭了之后，我们就以为说是不是在表演当中出了问题啊，或者怎么样。然后锤锤就是非常认真，然后眼泪一直在落，就说：“我也觉得我自己太像了。”真的，你记得吗？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不是？他就是因为模仿腾格尔老师太像了，用腾格尔老师那个角色还接了一个晚会的工作。对，他自己就是真的哭了。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艺人的女性朋友，包括梦辰啊，包括大王，其实他们都是艺人的一个性格。其实哪个女生不爱漂亮不爱美呢？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大家除了看到他们好笑的一面，也可以在他们脆弱的时候给他们更多的关爱和关心。谢谢大家。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来说，不能让任何局垮掉。没错。那天，等一下。垮了。正题就讲了2个字，那天就全不记得了。这种人，等一下，哎，我说到哪里了？那天你说到那天哦，那天是什么事儿啊？那天，本来我是一个很 E 的人嘛，然后我身边的人都非常 E， 比如说迪哥什么的，然后迪哥就约了我还有首尔姐约一起玩剧本杀嘛。那天我就提前1个小时约迪哥去一个咖啡厅见面。我一见迪哥我就哭了啊，因为我失恋了那天啊，就当天刚分的手，迪哥马上就约我去玩剧本杀。我是先约的剧本杀，你后分的手，是吗？怎么会有人听到你失恋马上约剧本杀？我是有什么病吗？然后迪哥就一直在安慰我，但是我心里在想，他肯定就是那种跟我说。难受也得给老子玩儿啊！这个纣王真日这个对，就是必须把今天的本子玩好。剧本杀讲究人数，我没有那么狠，我心里想，这偏偏挑今天失恋能玩剧本杀了，少个人，我现在临时还差1个小时，我约不到人，你在这失恋，你哭别哭了，你玩剧本杀，气死我失恋。对，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始了，要读本嘛。然后那天好像首尔姐也是第一次见。对，完了首尔姐一直在看我。我说咋的了？他喜欢你？没有，没有。首尔姐跟迪哥说：“杨迪，你朋友是不是有阅读障碍啊？怎么读那么慢啊？叫他读快点。”首尔姐真的读得好快啊！对，我看一下这个本子。好，来，到你们什么？他把本子吃了。完了之后呢，我又难受，我一边哭一边读。这个人今天他对了。就是这样子的，他很伤心，他就在那里。我是凶手，我是爱情的凶手。我有罪。这个好，这个好。然后我首尔姐跟我说，我知道，爱情能有很多段，但是呢，本子今天只玩1个，请你尊重角色，理解角色，融入角色，玩。不要再辜负更多的女人。好变态的一群人啊！我们是恶魔吗？我们？我安慰你了，我说你照照镜子，你会是什么一个痴情的男生？我说你看看你自己，你了解你自己吗？我说过几天你的心情就好了。过了2天，杨迪约我跟他去吃饭，他兴高采烈的过来了，然后说认识了一个新的可爱。没有。陈子梅，等一下，还没出道就塌房。等一下，没有，不是，因为迪哥一直在安慰我，就是跟迪哥玩一起很快乐，我觉得我很快走出来了。2天太快了，2天太快。对，就是这样。你那故事讲完，他俩就定位了，一个是综艺纣王，一个是综艺妲己，就完事儿了吗？那个，你上榜了，综艺苦行孙，上我们的封神榜。我也想上榜，我是什么？我是综艺什么？琵琶精，行吧？我也想上榜，没有那么多想法，马上想一个。雷震子啊，综艺雷震子讲的故事一个比一个雷。那我呢？身体这么弱，博艺考算了。要死的这么惨吗？很早就走了。
好了好了，别封神了，神经病了。好了好了，我觉得艺人不仅仅只是需要关心，他也很需要被需要。你知道我有一个就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体验，就是在我怀孕的时候，怀2胎的时候。我太理解你了。什么？哪方面理解？玩哥，我们探讨一下，你哪方面理解我？那个玩哥需不需要戚薇讲完以后给个信号？给我个眼神。疯狂是吧？不然在每一个环节你都理解我很难，其实。比如说怀2胎这个事情有点难哈，就在怀2胎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的第一个习惯就是打开手机吧，我就会看很多工作微信，我基本上可以到达几百条。然后呢，突然有一天，我打开我的手机一看，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很失落。我就觉得说，哎，那肯定是我手机坏了，没网是吗？我给我把手机关了，我重新启动，网络全部检查过一遍，没有任何问题。那一下子我就难受了，我就哭了。我就觉得怎么会没有任何一个人找我呢？我就在帮大家想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我工作团队经纪人他们肯定是在接洽别的工作，以后再来找我。那像我的朋友没有联络我，像什么薛之谦这些在忙演唱会，像刘维这些，反正就是他肯定在忙自己的综艺节目，像杨迪，反正本来就不联系。然后我就帮大家找一堆理由，我觉得不是大家不需要我，是大家在各忙各的，他们需要我的时候会来找我的。我那个时候就边哭边在这样想，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不对呀，有人需要我。马上就要来一个世界上最需要我的人了。那一下子我就觉得好，然后我就心情就好一点了，我就开始跟他聊天，我就摸着我的肚子就在跟他聊天。所以有些时候艺人的内心还是很需要这种被需要的感觉的。我太理解你了，戚薇。好。因为我怀孕的，我媳妇，有怀孕的。从头。好。戚薇，我太理解你。我太了解。了解什么？有问题了。你不要乱说话哦。哎呀，换成另一个故事了。重新说。戚薇，我太理解你了，因为我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所以呢，我要奉劝所有马上即将当爸爸的朋友们，当你老婆觉得被全世界遗忘的时候，你一定要说，这肯定要补，这肯定要补。有我在呢，我会永远陪伴你和孩子成长。就像我们的小儿感冒药一样，永远会守护宝宝健康成长。哇，666。我录了这么多期节目，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感受。最让我们佩服的是 JK 哥。别介。为什么这么说？你们知道吗 ？JK 哥是一个大艺人。JK 哥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又是个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但是呢，他会放下自己的身段来跟我们这些年轻人融入我们的世界。是的。而且说实话，火星的场合里面，大家也感受到，有些时候我们开玩笑有点过的，是吧？以你为主，有些没礼貌的，甚至有些时候是有点冒犯的。但是你会发现 ，JK 哥完全不在意。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您对我们的包容，真的很感谢 JK 哥。我觉得我来到了你们的这个空间，我就来到了一个非常年轻的世界。年轻人喜欢不喜欢这个节目？喜欢。你们希望不希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也喜欢这个节目？喜欢。其实我就问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这节目。但是我问了一个，基本上是50岁、60岁、70岁，他们真不知道这个节目。我真是在想。难道我们真的中间有一堵墙吗？我们不应该很好的再交流一下吗？对呀，就是这个想法让我做到了这里。明白，谢谢你。而且我还感觉到我们这些年轻的演员艺人们，他们有很多的品质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比方说，
薛之谦，他不仅仅是一个就是大家好像捧着的那个明星啊，他有苦的一面，很苦，不然的话他没有那么多生动的故事告诉给大家。傅首尔，你有那么多哲人的语言，还有心灵鸡汤，我希望你在这里边多讲一些，让年轻人们是吧？不光是在笑当中享受一种娱乐，而且享受一种思想，对吧？好的，是的。这个，我想问你啊，你来了我们这个节目，跟我们这些晚辈玩了一下以后，你会觉得我们这节目好玩吗？开心吗？我自己感觉到了。你们想想，一个70多岁的人能够从这儿坚持一坐5个小时、6个小时、7个小时，是吧？甚至旁边还有一个人一直在讽刺我。谁呀？哪个人？像话吗？经常时不常的在我旁边提问。JK 哥醒了吗？这个咱们说句实话，JK 哥，你录了这么久，你中间是不是有打盹，或者是整个人在状况外了？就比如说听不进去了，需要打一会儿盹儿？没有，我是在考虑，我考虑我刚才听不懂的那句话是什么，还在思考。哦，明白了。对，哦，原来你在思考上一个节目。哦，我们讲下一个天，他在思考上一个人的节目，让人家多一点思考，不好吗？明白了，对不对？哎呀，掌声送给我们的 JK 哥。JK，谢谢。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这个提案已经结束了。如果大家对这个提案有兴趣、有共鸣的话，可以拍桌支持，请表决。好了，既然大家这么开心，我宣布本提案通过，耶！那今天所有的提案已经全部结束了，马上进入今天的王牌特工评选环节。到底是谁呢？哇，我刚看了一眼，我觉得这个人，该不该呢？这个人该不该？我看一下该不该？你看这是不是？是不是说不上来哈？就感觉好像有。哎，我看一下老舅。哎呦，你真的好前5哦，是吧？第5名，66个笑点，哇，不错不错，好棒！但是第1名有26个笑点，对对对，我先把前3 Q 起来，前3名都要请出来，前3名先站起来，金之文起立，哎呀，张延琪起立，年年被提名啊，我是。还有一位是刘维起立，这3个人最终的今天王牌特工的归属是6位。谢谢大家，谢谢6位。火星有句老话说得好，拳击汉堡有营养，特工吃完变局长。希望每一位王牌特工都能成为像我这样的局长接班人。让我们有请中国华莱士品牌大使周5不加班的小白鸡为我们呈上王牌特工勋章。快乐星期5，记得去华莱士吃拳击哦，吃拳击，快乐星期5。对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火星观察员 JK 哥为我们的王牌特工颁发特工勋章。妈呀 ，JK 哥临走前，我收到了一份礼物，谢谢 JK 哥，谢谢。今天谢谢七哥，还有傅首尔，冒着讲我的故事那么不好笑的程度，还要硬要说我的名字，所以很感谢你们，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恭喜2位，恭喜2位！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6季第5次会议圆满结束，下期见，拜拜。哎。